嗨，大家好，上期视频是在东航事故发生后当晚所做，所以很多数据资料并不全面。不过，随着 Flight Radar 24官方网站公布了此次航班的 ADS-B 数据，追击过程的分析就可以更为深入了。ADS-B 的全称是 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 Broadcast， 即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既然是广播，简单来说就是飞机拿着个大喇叭，通过无线电不停地喊出自己的高度、速度、航向等信息。至于对方能不能接到或者怎么接到，它可就不管了。接收装置呢，通常城市附近较多，偏远山区很少，所以像 Flight Radar 24也是大量依靠民间接收机获取的数据，这样或多或少都会存在采样点不平均或者校准等问题。Flight Radar 24官网提供了2份原始数据可供下载，我看到绝大部分人分析时用的都是左边那个 Granular Data， 当然它也最全面，可以看到数据非常详细。如图可见，最上面的意思分别表示时间、呼号、纬度、经度、高度、速度、航迹方向和垂直升降率。右边那一份是标准 CSV， 由于采样数据不多，所以几乎无人使用。不过当我把2份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此次追击的过程中有几个采样点是颗粒数据里不存在的，而且还非常重要，所以我将2个表格整合在一起，把追击最后2分钟的数据整理出来。如图可见，我罗列了一部分较为重要的数据，分别是时间、坐标、英尺、米、速度、航迹和垂直升降率。根据普通人习惯，我将英尺换算成了米，便于大家直观理解。图中我用了4个颜色表示坠机的4个阶段，白色表示飞机处于巡航平飞阶段，高度保持在8870米，最后一个采样点时间为14点20分43秒，而后飞机开始第一阶段的下坠，也就是蓝色区域，一直下降到14点21分55秒的最低点，此时高度为2263米。换句话说，飞机用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急速下降了6607米，而后飞机进入到了红色的拉升阶段，从2263米拉升到22分16秒的2766米。22分16秒这个点存在于标准 CSV 中，而在颗粒数据中是丢失的，所以很多人都将其忽略，认为是拉升到8600英尺，也就是2621米。实际上把这个采样点考虑进去后，就应该是2766米，即一共拉升了503米，耗时21秒。然后进入到绿色的再次下坠阶段，从2766米下降到最后一个采样点22分35秒的983米。此后 ADS-B 数据消失。这是根据 FR24 官网提供的颗粒数据绘制的高度剖面图，可以清晰看到巡航、下降、拉升、下坠4个阶段。不过拉升的高点应该换成22分16秒的9075英尺。当然这只是数据层面的分析，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我将以上的采样点标注在谷歌地图上。如图不同阶段的坐标点我用了不同的颜色，然后我再将标记点连成曲线，就可以一目了然。白色为巡航阶段，自西向东可见非常平缓，没有太大的波动。而后在20分43秒开始进入蓝色的下降阶段，可以看到轨迹非常的不规律。下降阶段持续约1分钟后，到了21分55秒时到达最低点2263米，进入红色区域。飞行员开始拉升，持续21秒的时间。到了22分16秒达到最高点2766米，然后进入最后的绿色下坠阶段，持续了19秒的时间。我们将地图放大，先来看蓝色的下降阶段。这个阶段是下降幅度最大的，从8870米骤降至2263米，1分钟下降了6607米。而从白色的巡航阶段进入蓝色下降区，可以明显看到飞机先是向左偏航，然后又向右大幅机动。这个轨迹路线还可以从刚才表中的航迹一列找到痕迹。白色巡航阶段的数值都是100，而进入下降阶段则变为98和91，然后超过100达到最高140，再逐渐降低。这个数值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画了一幅图，机头对准100的位置表示飞机在直线飞行，如果这个值小于100度，则表示航迹向左偏，如果大于100，则表示航迹向右偏。从飞机急剧下降开始，数值先降到98和91，这表示飞机在向左转轨，大致是这样一个姿态。通常这种姿态是飞机在着陆前下降时所采用的动作，不过客机飞行员通常会采用较大的盘旋半径和适当的下降速度，一般控制在每分钟1000英尺以内，乘客也不会有太强的失重感。不过这次的下降速率却大到吓人，超过了2万，一定是飞机由于不明原因的故障做了个像战斗机一样的急速俯冲动作。当机翼与地面垂直时，失去升力，高度也随之骤降。航迹左偏也就是地图当中这一阶段的蓝色轨迹。而后这种翻滚现象并未停止，甚至达到了180度，致使整个飞机倒了过来。倒飞是战斗机飞行员经常会做的动作，但对于正常行驶的客机来说却极为罕见。电影《迫降航班》里曾经出现过，
不过那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之下。而随着飞机继续翻滚，航迹也逐渐回到100，并开始向右偏转。对应卫星图中的就是向右的这一段。这一段尽管飞机倒飞，但机翼带来一定升力，使得这里下降速率有了一定减缓的趋势。然后飞机从倒飞逐渐转至270度后，机翼再次与地面垂直失去升力，下降率再次加大。然后随着飞机继续翻滚，直至高度下降至2263米，飞行员终于把握住了飞机再次摆平的机会，阻止了继续翻滚，并加大油门将飞机拉起，也就是图中红色503米的拉升阶段。这个阶段的垂直升降率由负变为正。这个拉升过程也间接证明，事故并不是由发动机故障或者突然断电所导致，发动机仍在工作。而且在第一个下降阶段，飞机也并没有发生空中解体。一个解体或者机翼部分断裂的飞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具备拉升能力的。至于发现的那块印有中国东方航空字样的机翼蒙皮，由于距离坠机地点并不是太远，所以推测并不是蓝色剧烈下降阶段脱离的。如卫星图可见，蓝色和红色区域距离坠机地点还非常远，很可能是在最后绿色的下坠阶段，由于速度接近音速而导致的撕裂。所以至少在红色拉升开始的阶段，机体还基本保持完整。不过在爬升到最高点2766米后，飞机又发生了不可逆的故障，进而再次失控，一头栽下。这里注意到这个最高点刚好处于此前拍到飞机下坠视频的那个藤县辰山矿业有限公司的上方，想必那天他们监控拍到的应该是飞机最后绿色的下坠阶段。而且我们注意到坠机的轨迹刚好与这家公司监控拍摄的方向一致，所以从监控上看就给人一种垂直下落的错觉，而实际从卫星图可见，下落是存在一定角度的。尽管在983米的采样点之后 ADS-B 数据就没有了，我们还是可以推估出绿色下坠阶段的时间。从表中可见，上一个1000米飞机下降用了8秒的时间，而下坠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所以推估全部绿色下坠阶段大约为25秒，这样蓝、红、绿3个阶段总体耗时约2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疑问就是22分35秒出现的最后一个绿点，高度在983米，距离坠机点竟然有一个很大的角度，而飞机在最后下坠阶段是完全失控的状态，飞行员也完全不具备再次做出大范围机动的可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这个坠机点找的是否准确。坠机点是从央视曝光的地图画面而来，左边为历史卫星图，右边为现场无人机绘制的地图，红色方框为最终坠机地点。我们注意到画面左侧黄色圆框部分尖尖的特征非常明显。我们来到谷歌地图，我标志的坠机点左边同样也有一个尖尖的部分，非常好辨认，而且其他部分也与央视公布的卫星图保持一致，所以这个坠机地点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么既然准确，难道是飞机在最后1公里又做了一个大幅度机动吗？并不是，两个可能，一个是 F224 提供的 ADS-B 数据并不准确，存在校准问题，有一定的偏移量。另一个就是在中国境内使用地图进行坐标定位时，我国基于国家安全采用了火星坐标系，加入了非线性偏移导致的。尽管坐标在地图中的位置未必精准，不过刚才对飞机的轨迹、姿态和航行4阶段所做的推断依然有其逻辑性和合理性。当然这些也仅供大家参考，一切都要等到最终的调查报告来进行确认。鉴于此次事故飞机共经历了4个阶段，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蓝色和红色阶段，飞行员都在不停地努力重新获得飞机的控制权，所以来不及挂载紧急代码也是有可能的。这样那些所谓此次事故是由于飞行员个人自杀行为所导致的可能性就完全不存在了。也许有人会说，说不定是驾驶员故意使飞机翻滚下坠，然后另外2名机组人员将其制服后重新控制了飞机，在中途拉升的呢？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基本不可能。以蓝色区域下坠的速度和高度落差，再加上飞机还在翻滚过程中，其他机组人员如果不用安全带把自己牢牢固定在驾驶座位上，势必会被甩得上下翻滚，根本没有与驾驶员搏斗的可能，更别提短短1分钟内将其制服，再重获飞机控制权了。所以事故是人为造成这种说法基本可以排除。那么最终的调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公之于众呢？其实本期视频发布时，第一个黑匣子 CVR 也就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找到了，第二个飞行数据记录器 FDR 仍在寻找过程中。不过即便2个黑匣子全部找到，出结果也并非一蹴而就。航空事故的调查通常是一项细致严谨的工作，要全方位多要素的考量。按照以往的惯例，即便2匣齐全，最终调查报告的出炉最快恐怕也要半年之后了。
希望广大网友还是要耐心等待。最后，让我们一起为失联的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共132位同胞祈福，也祝他们的家人健康平安。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